你别着急，大夫说了，没伤到骨头，头部也没问题。哎呀，怎么好端端的会从楼梯上摔下来呢？哎，青灵，青灵，妈妈在。青灵，青灵，你醒了，太好了，慢点，慢点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啊？痛不痛啊？这是哪儿啊？啊，医院呢？怎么一股消毒水的味道？怎么不开灯啊？不开灯？啊？怎么这么黑呀？黑？怎么？你在哪儿啊？我在这儿啊，青灵，我在这儿。青灵，我闻得见你的味道，我怎么看不见你啊？青灵，我这是在哪儿？青灵，青灵，怎么会看不见呢？你别着急啊，我去找医生。你别着急，妈妈在这儿。你别走，别着急，妈妈在这儿。走，别着急，妈妈在这儿，妈妈在这儿。别好的味道，我不要你，你走开，走开，你走开！青灵，你怎么了？你走开！青灵，你怎么了？救命！怎么了？这是？你别过来！医生，你说什么？穆青林小姐失明了。失明？对。病人因为撞击的关系，视网膜受损，这是造成视觉障碍的主要原因。另外，可能她的生活压力太大，用眼过度，眼压升高，也是导致她暂时性失明的原因。这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压力过大，这孩子什么都不告诉我，我以为他心里没事呢。你别太自责，医生不是说了吗？失明只是暂时的，啊，你也要注意身体。振华，振华，怎么办？是天朗吗？我记得你的味道，是你吧？天朗，怎么不说话？天朗，天朗，是你吧？天朗，你别走，你不要让我一个人。天朗，你别走，我看不见，我很害怕。抓这么紧干什么？你不是有你妈妈陪着你吗？有什么好害怕的？为什么不说话？我怕他身上的味道。青灵，你告诉我，
昨晚摔伤是不是意外？是有人推了你，是吗？是谁？告诉我！你不说是不是？那我就去报警。不要，不要！是丁海，雪晴，你愣着干什么呢？雪晴，我在跟你说话。啊？你在想什么？没想什么。今天有去医院吗？我为什么要去医院啊？青灵在我们家出的事，你作为主人去探望一下也是礼仪。难道你心里有鬼？你脑子有病吧？是穆青灵害我没了孩子，她住院我拍手叫好还来不及，我要去医院看她。我要真去医院看她，那才是心里有鬼呢。雪晴，你死哪儿去了？你怎么才回来？我去工地了。刚刚听到你们说什么心里有鬼，难道青灵？你该关心的是雪晴。怎么了？慌里慌张的。谁慌了？你会不会说话呀？你嘘，天朗会听到。我问你是因为担心你，你要不高兴我就不问。你确定你是担心我，不是担心青灵？我们说话能不能不扯到青灵身上？我不想从你嘴里听到青灵这两个字。雪晴，你别钻牛角尖行不行？我今天工地忙了一天，真的很累了。累？你累可以不忙啊，有的是人想干你这个位置。你可以走，找你的青灵去。你够了。刚才我还不相信天朗的话，现在看你这个样子，我不得不相信。你要不是心里有鬼，干嘛非揪着我跟青灵不放？青灵的家属，啊？到交费处缴费。哦，好，我一会儿就去啊。青灵，来啊，吃个苹果，快。我给你放在这儿了啊，别忘了把苹果吃了啊。是段叔叔吗？我今天特意没用香水，不会露馅儿啊。我闻到你身上有红花油的味道。红花油啊，我是前天用的，怎么今天也能闻得出来？可能这几天看不见之后，鼻子变得更敏锐了。老天也许是可怜我吧，让我看不见，就把这些都加到我的嗅觉上。小玲，你能这么想非常好。其实人生的每一次坎坷都是老天给我们的机会，只要你熬过去了，我们的生命会更加茁壮的。谢谢叔叔，我记住了。景玲，看你恢复的不错，相信很快就能回家了。我也相信很快就会好起来。护士每天都说我一天比一天好，我相信我很快就可以看见的。
丁海，怎么没进去啊？那阿姨，爸在里头。丁海，虽说我不知道你跟青灵以前经历过什么，不过我们现在都是一家人了。我希望你们都能忘记过去的一切，以新的身份重新认识对方，这样才能对我们每个人都好。我明白，话是这么说，可雪晴不会这么想。算了，不说这个。哎，对了，青灵好端端的，为什么会突然掉下楼呢？哦，他跟我说是晚上口渴，想去接杯水，突然楼道灯灭了，不小心绊倒了。青灵这么说的？对啊。哦，这都怪我，太疏忽了。南阿姨，那你先进去吧。啊，好。啊，找时间我再来看青灵。可以的，好。爸，苏南阿姨，怎么了？酒店里不忙吗？再忙，我也得来开药啊。啊，你是来看薛医生的呀？是。那我先上去了。你在担心什么？青灵和天狼已经分手了，名义上现在他俩也是兄妹。就是来看看青灵又怎样？孩子们为了我们的幸福，已经失去了很多了。你还想怎么样啊？除非他们各自结婚，否则我们眼下的平静生活都只能是暂时的。过来，把门关上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别离我那么远啊，过来，你过来呀，我有事情跟你商量。我想说绊倒我的那件事。你知道那个人是谁？我没有看见是谁绊倒我的，但是我闻到了他的香水味。香水味？什么香水？永恒，是我爸爸专门给我妈设计的。这香水只有我和我妈2个人才会有。你是说，你以前给我闻过的那款令人兴奋的香水？应该是有人用了我妈的香水，故意把我绊倒摔下楼的。好了好了，青灵，别怕别怕，啊！我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。放心吧，有我在你身边，不会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。你现在最重要的是恢复视力，还有这件事情先不要声张。那个人身上的永恒香水味，我会去查清楚的。好了，不怕不怕。兰嫂，人呢？人都死哪儿去了？雪晴，什么事儿啊？我上来都迟到了，你为什么不叫我？丁海呢？丁海说要让你睡到自然醒。他懂个屁啊！不吃早饭对女人特别不好。那我马上去给你做去，赶紧去。哦，对了，夫人今天早上煮了红枣粥，哎，红枣粥对女人好啊，我现在给你盛一碗去。红枣粥？哎呀，夫人早上4点钟就起来煮了。要说呢，这个母亲对孩子的心呐，那真是……她那是给穆青灵做的，给我倒掉，我不吃。还杵着干什么呀？赶紧去啊！哎，
司的事我正在处理，出院之后你都没有好好休息，听我的。偷一天懒没关系。你要出去？没有啊。那好，你去忙吧，我就在家里休息。好，拜拜。妈，我不想吃，没胃口。庆龄，闻到了吧？我不想吃。好香啊！南阿姨，我代表雪晴来看望庆龄。苏南，你抢了我妈妈的男人，你女儿又想抢我的男人。丁海，你这个王八蛋，还背着我偷偷去看他。你们这对狐狸精母女，不把你们赶出去，我誓不罢休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等你啊。怎么现在才回来？去哪儿了？我有必要跟你汇报吗？干嘛呀，天朗？香水不错呀，什么牌子？神经病啊！你出去，我要休息。那是什么？不关你的事，你出去。这是穆长月留下的永恒，怎么会在你这里？是清灵的还是苏南阿姨的？你给我。现在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段天朗，凭这个你就想定我的罪？那你现在怎么解释？这瓶香水跟案发现场留下的气味一模一样，凭这瓶香水就可以证明你就是凶手。我就是凶手，怎么了？谁让你们都向着清灵呢？你别忘了，我才是这个家的小姐，那个清灵就是个拖油瓶。我现在都告诉你了，你想怎么对付我？我警告你，以后不许再欺负清灵。我提醒你，你跟我才是一个娘胎里出来的。你那是在犯罪，我不想看到你越走越偏。我要是就不听呢？那我只能去报警。报警啊！好啊，你去报警啊！你要是不怕集团上新闻头条，你要是不怕老爸爆血管，你就去报警吧！雪晴，你别以为我不敢。我现在不立刻去报警，不是为了别人，是想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你别逼我。少给我装好人了，我不稀罕。你还是好好担心你的心脏吧。你给我滚！滚！你给我滚！我要让你跟清灵的奸情付出代价。你永远都是这么冲动。你凭什么说我？你给我滚！给我滚！滚！够了，我受够你了。又吵什么呢？爸，我要跟他离婚。
雪晴，别动不动就把离婚挂在嘴上。不，爸，这次是我要跟他离婚。爸，你看到了吧？我求你成全我。只有我段雪晴甩人的份，离婚轮不到你提。你们如果离婚，就都给我滚出段家，我1分钱也不会给你们。出轨的人是你，你凭什么要离婚？说话呀！我告诉你，你1分钱都拿不到。你说呀！你说话呀！你到底知不知道我要被你气死了？你为什么生气？你想过原因吗？你出轨了，我能不生气吗？那是因为你不信任我。你说你出去工作，然后只找清零，让我怎么相信你？你推清零下楼，你事先通知我了吗？你知道了？你偷听我跟天朗的谈话。清零出事那天晚上，我就知道是你干的。我去找清零，只是要探他的口风，看他到底知道多少。探口风还需要骗我吗？是你害他看不见的，我的真心，我的真心是在替你偿还，你懂吗？我不需要偿还，我不欠他的，我用不着你替我还。段雪晴，我告诉你最后一次，信不信随便你。我知道失去孩子之后，你一直过得非常辛苦。你对清零恨之入骨，推他下楼的心情我可以理解。我代表你去探望他，是因为我拜托他不要把事情的真相给说出来。就算没人知道是你干的，只要天朗、爸或苏南任何一个人知道事情的真相，你就要被交出来。到时候我都没有能力保护你，你懂了吗？算了，我不要你走，我不要你走。你别哭了，我要收拾。不要，我不要你走。我错了还不行吗？对不起，让您担心了。雪晴呢？睡着了。丁海，你真的要和雪晴离婚吗？刚才也只是一时气话。唉，都怪我，把雪晴惯坏了。当初我跟他妈分开的时候，伤害了他们姐弟俩。我为了弥补他们俩，就一直惯着他们，尤其是雪晴。丁海，你看在我的份上，就原谅雪晴吧。爸，快别那么说，是我应该更努力，让她有安全感。其实你对雪晴的好，我都看在眼里。你放心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爸，我是真心爱雪晴的。上次收了您的股份，我已经觉得很理亏了，所以别说什么亏不亏待的话。好，看来我没有看错你。如果雪晴以后她再胡闹，
你告诉我，我收拾他。去吧。对了，爸，有件事我想问问你。你问吧。如果天朗，我是说如果天朗坚持要跟青灵在一起，到时候该怎么办？除非他跟我断绝父子关系，否则绝不可能。知道了，爸，我先走了。好。爸怎么说？爸说，如果以后你再胡闹的话，他会收拾你。不要以为爸给你撑腰，你就可以欺负我了。太累了，睡吧。哎，你生气了？不敢。我保证，以后不跟你动手了。这可是你说的。原谅我啦。你要是能够一直这么乖巧的话，我就一辈子都逃不出你的手掌心了，知道吗？这个是你说的。对了，你得答应我件事儿，以后不准对青灵用那么真心的笑容。醋坛子，睡吧。我失去了青灵这么好的女人，还让最爱我的母亲委屈离开。段雪晴，为了你，我失去了那么多珍贵的东西，要点补偿，不算过分吧？你怎么也在这儿？是我叫的，坐。这是我的，怎么会在你这儿呢？上一次在南阿姨那里闻到了这款香水，味道很特别，所以就拿去请青灵研制一下。段天朗，你什么意思？青灵马上就要出院了，我想跟你们两个人谈谈青灵出院回家之后的事。回家？青灵姓穆，要回也是回穆家，段家是我家。雪晴，有进有退，不要逼我。段天朗，你少威胁我！你们不要吵了。天朗，找大家来要说什么？雪晴，爸现在不仅把青灵当成女儿，在工作上也很看重她。爸希望青灵能够尽快研制出这款香水的配方。雪晴，你和青灵在我心里都是我的女儿。如果你对青灵有什么怨恨的话，你可以冲着我来，我请你放过青灵好吗？听听你的话，苏南，你确定你把我当过女儿吗？可是你说的所有话，句句都站在青灵的立场上。雪晴，南阿姨，都说了这次青灵的事是个意外，以后大家注意点就没事了。等青灵出院以后，我跟雪晴都会把她当妹妹对待。她才不是我妹妹。我们会跟青灵保持不远不近的关系，
就像我们上次约定的，大家都对爸保密。那阿姨，你也别多想，青灵应该很快就会恢复，你要好好照顾她。凭什么你说了算？再闹下去，爸就知道了。你想这样吗？就照你说的来吧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我们先回去了。能闻出来这是哪里吗？这是，我知道，这是公园吧？还不错，算你答对了，这里确实是公园。金玲，今天看到你跟苏南阿姨有说有笑的，看来你很开心。因为我已经知道是谁办的我了。那你告诉苏南阿姨了吗？你打算告诉她吗？我任何人都不会说的。为什么？我害雪晴没了孩子，这下我们扯平了。不过我很害怕，我马上就要出院回段家了。可是我现在眼睛又看不见。青灵，我知道你在害怕什么，不用怕，有我在，我会保护你的。雪晴那里我已经警告过了，我相信她应该会有所收敛。没事的。怎么样？今天出来有没有什么灵感？有油桃、荔枝。你想吃荔枝？我在说原料，快记下来。有天竺葵，还有青苔。青苔？藻类。真没想到我的香水里面居然还会有藻类。你都记下来了没有？记下来了。还有吗？再加点儿巧克力。不会吧？巧克力也能做成香？逗你玩的。哎，秦莲，你没事吧？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是丽丽吗？什么来晚了？我这不好好的吗？哎呀，好了，我说错话了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把眼睛都弄瞎了。你这会不会说话？我没瞎，只是暂时性失明，会好起来的。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不让你去段家，你非不听。现在好了吧？搞出这么大的事儿。这只是个意外，以后我会很小心的。还有以后啊？这次是失明，下次说不定要了你的小命了。可是我不回段家，我还能去哪儿啊？我现在眼睛看不见了，如果没人照顾我，我什么都做不了。至少在段家，我妈还可以照顾我。要不你来我家，我来照顾你吧。你又有儿子又有老公，怎么照顾得过来啊？那要不然你搬出去自己住，我和你妈妈轮流照顾你。不用，这不就毁了两家人的幸福生活吗？放心吧，丽丽。再怎么说，我妈也是段家的女主人，我不会受委屈的。哎呀，我是怕有人趁你看不见欺负你。就算以前我跟段家有恩怨，就借我这次受伤的机会，扯平了吧。你傻呀，你这么想，别人可未必是这么想的。其实段家人还是挺善良的。叫我说你什么好呢？你眼睛看不见了，脑子也跟着一起糊涂了。好了好了，来躺下吧，来躺下。你就放心吧，
到家了，慢点啊，小心。回来了。哎呀，你在家呢？我在等清灵，欢迎她回家。谢谢叔叔。来，坐。你赶紧上班吧，别耽误你。不急。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有点事。清灵，现在可以出门了吗？去哪儿啊？还能去哪儿？当然是上班了。你还想旷工吗？我打算让清灵在家歇2天。爸，清灵提出的食物香水，化工厂的技术人员搞不定。与其让他在家闲待着，不如让他物尽其用。走吧。好，慢点啊。你看这2个孩子现在关系多好。只是工作，你别担心。我也不想让清灵老在家里闷着。你就不怕他们俩在一起出了什么事？你不是担心清灵的健康啊，是担心这事儿啊。家丑。你说什么？你说我女儿是你的家丑？段振华，你要再对我的女儿出言不逊，我就真的跟你没完。雪清姐，我点了蛋糕，要不要吃一点？不吃了，明天有董事会，我要准备一下。你家里最近怎么样？还能怎么样？今天吴哥把话说清了，我跟天朗划分界限，我可只认你这一个弟媳妇儿。真的？当然了，等以后你嫁入我们段家，我们2家公司就可以合并，那成为国内的商业巨头就指日可待了。我以为姐只是单纯的喜欢我，没想到你考虑的这么长远了。全城人民不都这么看吗？再说了，谁不知道你们2个人是绝配呢？姐，你一会儿不是还有事儿？那你先忙，我有点事儿先走了。不吃了？不吃了。我刚刚是不是说多了？合并融资，哼哼，我还没把你嫁过去呢，他们就已经开始打如意算盘了。哼，段天朗这么对待你，他们居然还想着利用我山城集团。他们的用心也让我很不甘。可是爸，我确实真的不甘心就这么放弃天朗。再说了，又不是只有他们可以利用我们，我们反过来也可以利用他们啊。我的女儿啊，你终于有点我的气势了。没错，我居士平就是个有仇必报的人。珊珊，你耐心一点，先按兵不动，静观其变。爸，你有几成把握？你放心吧，关键时刻我自会有办法。老大，来，哎，珊珊，段叔叔，来，天朗来了。谢谢。居叔叔，来了啊，坐吧。坐到珊珊那儿去。过来。爸，我们不是约好了周末跟居叔叔见面吗？怎么提前了？我还特意为居叔叔从澳洲订了些上等的食材，就算现在空运也来不及了。有你这句话，我就知足了。我们的事儿可以一笔勾销了。天朗，敬你居叔叔一杯酒。谢谢居叔叔，您高抬贵手。
我们俩的事儿可以一笔勾销，可是珊珊的事儿，我不能不管。你在男女关系上的一些传闻，我也听说了。珊珊可以原谅你，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把这事儿尽快的给我料理干净。老居啊，这件事你一定是误会了，那不是什么男女关系的事儿，那个只是个妹妹。我们天朗从小到大，要说交的女朋友，就只有珊珊一个。不止吧？你那个大学生的家教……爸，这是我跟天朗之间的事，你就别掺和了。你不是还要开会吗？你赶我走啊？老段，你看看，这就是我的女儿。我女儿一心一意扑在天朗和你们段家人的身上，你们要是对她不好，让她受委屈，我不会坐视不管。老居啊，严重了。我们识相点儿，别当电灯泡打扰年轻人了。走人吧，珊珊，你叔叔做的对吧？谢谢段叔叔。爸，学着点。你是我女儿吗？爸，快走吧。走到我那儿聊聊咱们的事儿去啊。好，你们聊。拜拜。他们应该是去聊合并的事儿了。他们觉得咱们结婚之后……不可能，我们俩是不可能结婚的。大人那里你去说，就说你不喜欢我，不想跟我结婚，就说是你把我给甩了，这是我对你最大也是最后的仁义。还是因为青灵是吧？青灵是你妹妹。这跟青灵没关系，就算不是为了她，我也不可能跟你结婚。那你为什么要约我们吃饭，还把周末的约会提到现在？周末聚会，那只是家庭联谊，提前我并不知情。我建议你不要对我有所期望，因为到最后只会让你失望。就算不是青灵，也不会娶我。对我最大也是最后的礼仪。段天朗，不要以为我喜欢你就能任你摆布践踏。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。你不肯娶我，可我还非你不嫁呢。好，我们就各凭本事，看看最后的赢家到底是谁。加了酒精，太早了，而且这巧克力的味道已经发酵了。这个是纯果香，这个是蜜橘，对，加了一点点。太甜了。您在监视我？检查工作而已。您不必这样。就算我跟青灵有什么，我们也不会在这里影响工作。而且，对青灵来说，香水是她的生命。一起走吧。去哪儿？你不是不拿工作开玩笑吗？你的岗位在酒店，走吧。您的目的就是想拆散我们。挂我电话？为什么不接电话？谁呀？一个私人电话，没什么。不管谁的电话，逃避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。你故意躲珊珊，就为了清零？
你别逼我对青灵做出什么事情来。爸，我和珊珊的事情为什么要扯上青灵？除非你保证跟珊珊联系，否则我能动的只有青灵。干什么？你干嘛不接我电话？下班我们见个面吧。我今天没空。你说吧，什么事？我决定放弃你了。什么？我说我决定放弃你了，想跟你见个面，正式和你再见，可以吗？你在哪儿？我一会儿把时间地点发给你。谢谢你同意跟我见面。走吧。这是你们逼我的，我不想这样。穆青灵，这个香水我可是为你喷的，谁叫这个香水还是你送给我的呢？你自己喝的。你来了，快坐下喝一杯啊！我不跟喝醉的人说话，因为都是废话。我要是不喝醉，我死都没有勇气跟你说再见啊！珊珊，我们可以做朋友的，不用搞得老死不相往来。你明知道你在我心里有多重要，跟你分开我就跟割肉一样，你怎么能说出这么残忍的话？你这是何苦呢？只要你在我面前，我就放不下你。可是你眼里根本就没有我。段天狼，我真的好累啊！别喝了。给我！对不起，我很抱歉。珊珊，你是个好女孩，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找到更适合你、对你更好的男人。我是个好女孩，我是个好女孩，那你为什么不肯给我一次机会呢？因为我开始相信命中注定。命中注定？我没听错吧？段天朗相信命中注定？那你的意思是穆青灵就是你的命中注定了？我因为心脏病吃了不少苦，这些年来，我一直把自己的心跳控制在安全的范围之内。可是自从碰见了青灵，我以前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了，因为在她面前，一点用都没有。她可以随意控制我的心跳，让我毫无招架之力。认清这个事实之后，我就开始相信命中注定，也没有办法再去接受别的女人。你说她能控制你的心跳，我没听错吧？越跟她接触，就会觉得越熟悉，好像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认识。她的身上有种我很熟悉的气息，而且我对她有种莫名的信赖感。珊珊，你说这不是命中注定是什么？听你这么说，那我是输给命运了。哼，看来不得不服。珊珊，珊珊，别喝了，你听话。给我！别喝，听。别管我，让我喝。珊珊，
我还是送你回家吧。我不舒服，等一下，让我缓缓。我没带钱，你把钱给我付一下。你好。珊珊，别喝了，听话。你不让我喝，你把它喝了。你喝了这杯酒，我保证再也不骚扰你了。祝你们永远幸福。走，珊珊，我送你回家。珊珊，没事吧？天狼，天狼，青灵，妈，都已经快11点了，喝了这杯牛奶就赶紧睡吧。天朗还没回来？你在等他呢？哦，有原料上的事情，价格要上调，所以想找他商量。哦，这事儿等明天说也是一样的。不行，今天一定要决定。如果他不同意的话，我还得找代替品。哦，要不然我打个电话给他。妈，别打扰他工作。要不，您先回去休息，他回来也一样可以送我回房间的。也好，那你先把这杯牛奶喝了吧。那我先上去了。你别等得太晚。知道了。好。天朗，这可是我们第一次挨得这么近。这么美好的时刻，不留个照片，是不是太可惜了？亲爱的，你好好睡，明天见。青灵，青灵，青灵，醒醒！啊，妈，你怎么在这儿睡了一宿啊？天朗呢？他没回来。他一宿都没回来？哎呦，这孩子，这一宿没回来。
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是天朗吗？天朗，你这一晚上不回来，怎么也不给家里打个电话呀？这么大一男人，一晚上不回来，再正常不过了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哼，终于开窍了啊！天朗，你该不会是偷偷谈恋爱了吧？一整晚跟女朋友在一起。雪清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哎，既然你闻了，他身上有没有别的女人的香水味？雪清，你干什么？没事，没事，我开个玩笑而已。该不会你是被我猜中了吧？我上去换件衣服。那样最好了，他也该找对象了。没事吧？宋阿姨，天朗，有事吗？青灵有话要跟你说。啊，那进来坐。我就不进去了，你们慢慢聊。交给你了。什么事？昨天我等了你一晚上。出什么事了吗？你昨天去哪儿了？啊，酒店有点事，我去加班了。你是不是去见珊珊了？你怎么知道？你身上有她的香水味，这香水是我送给珊珊的。是啊，我昨天是去见她了。你还想知道什么？反正我们都已经分手了，你还会介意我跟别的女人在一起吗？哎呀，衣服又没有犯错，老抓她干什么？跟我说实话，昨晚为什么等我？我是想问，如果预算成本不能控制在……我说你能不能诚实一点啊？我是真的想问预算的事情。你为了那几十块钱的成本，等了我一晚上，青灵，你的借口也太便宜了吧？想我，为什么不直说？担心我，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？准备好了吧？下来了。给，糖水。啊。青灵他们这么快就吃完了？啊，他找天朗商量事儿呢。什么事儿？我不知道。他们在哪儿？在天朗的房间。谁允许的？你想什么呢？我说过，不能让他们单独相处。振华，振华，珊珊是个好女孩，配得上你。有她在你身边，我就放心了。青灵，他已经放弃我了。什么？
我昨天跟他说，我已经有了命中注定的女人，所以他决定放弃我，以后我们不会再有交集。那我现在的女人只有你一个，你就不考虑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